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西方制裁对象也包括白俄罗斯，这使白俄罗斯感到自身安全受到越来越大的威胁。当地时间周六，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圣彼得堡与到访的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会面，双方讨论了世界市场粮食和化肥供应短缺、应对北约训练飞行及俄白联盟国家安全等问题。会谈中，普京表示，俄罗斯将于几个月内向白俄罗斯提供可搭载核弹头的伊斯坎德尔 M 战术导弹系统。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更强硬指责立陶宛，指其阻挠俄罗斯过境货物专运的线路举动无异于对于俄方的宣战。鉴于此前俄方已向立发出强硬警告，相关事态会否引发局势进一步升级，外界密切关注。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周四抵达俄罗斯访问。周六，当地媒体报道了普京与卢卡申科在圣彼得堡会谈的消息。普京表示，美国在6个北约成员国境内部署有200枚战术核弹头，并配备了257架战机用于搭载这些核弹头。普京还提议在俄工厂为白俄罗斯军队正在使用的苏25战机进行升级改造。针对近期美国和北约飞机在白俄罗斯边境附近进行携带核弹头的训练飞行来挑衅，卢卡申科曾表示要进行对等回应，但普京劝说称目前还没有必要。他指出，必须确保俄白联盟国家和其他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国家的安全。普京还宣布了重磅消息。которые, как известно, могут применять как баллистические, так же и крылатые ракеты, причем как в обычном, так и в ядерном исполнении. 伊斯坎德尔 M 导弹系统是俄军最新型战术导弹系统，可携带核弹头，射程可达500公里。这款导弹也被称为俄军战术导弹中的当代枭雄，用于摧毁敌方的导弹系统、远程火箭炮系统、机场指挥所等地面目标。每个发射位置可安装2枚导弹，毁伤能力大，可在1分钟内完成对2个目标的攻击，具有高度灵活性、隐蔽性和适应性，用于反制美国和北约实施的欧洲导弹防御系统。卢卡申科告诉普京，他对邻国立陶宛和波兰的侵略性、对抗性和排斥性政策表示担忧。他说，有人背地里怂恿波兰和立陶宛针对俄白采取对抗政策，这些政策令人厌恶且具有挑衅性。卢卡申科认为，立陶宛企图停止经由白俄罗斯向加里宁格勒运输货物，孤立加里宁格勒的消息越来越多，这近乎宣战。当今背景下，这种行为不可容忍。加里宁格勒是俄罗斯的一块飞地，坐落于波罗的海东岸，南面是波兰，东面和北面都是立陶宛。加里宁格勒与俄罗斯本土之间有2条主要通道，其中一条是铁路，从俄罗斯本土经白俄罗斯和立陶宛进入加里宁格勒。对于立陶宛政府近日禁止经利境内铁路向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运输货物的行为，俄罗斯表示愤怒，并誓言要以一种让立陶宛感到痛苦的方式作出回应。白俄罗斯是与立陶宛相邻，而俄罗斯呢，如果与立陶宛发生所谓的军事冲突的话，也要借道于白俄罗斯，帮助白俄罗斯军事现代化，也有助于提升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军事影响力。白俄罗斯与乌克兰和立陶宛之间都有较长的边境线。自俄乌冲突发生以来，白俄罗斯认为自身安全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威胁。早在1个多月前，白俄罗斯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古列维奇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白俄罗斯已经制定措施，将把特种作战部队派往3个作战方向，包括与乌克兰接壤的南部。乌克兰媒体称，除此之外，白俄罗斯还在其与波兰、立陶宛接壤的边境地区派遣了包括防空和导弹部队在内的特别行动部队。白俄罗斯国防部还指出，南部作战方向，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边境附近部署了多达2万人的兵力，这也是需要白俄罗斯进行应对的。从地理位置上看，白俄罗斯东邻俄罗斯，西北与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交界，西与波兰毗邻，南与乌克兰接壤。除了俄罗斯和乌克兰，白俄邻国中的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波兰都是北约国家，而这3个国家此前都曾表示希望美国永久驻军。俄乌冲突会不会波及到白俄罗斯？我们看到卢卡申科积极的是在推动白俄罗斯与俄罗斯的军事一体化、经济一体化。那么下一阶段，俄罗斯不仅要武装自己，还要武装白俄罗斯。白俄罗斯军队的这个3个方向的调整，也预示着白俄罗斯可能会与俄方在军事领域，在应对北约的挑战上更加紧密的合作。